嗨，大家好。上期视频的结尾提到，世界最强的两栖攻击舰已在上海下水。那世界最强的核动力航母还会远吗？看起来并不会太远了。最近关于中国最新一代核动力航母的建造进展比较密集的在网络中传播开来。主要的信息有两个，一个是在武汉江夏区黄家湖旁边那个著名的航母楼再一次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建施工。这里一向有中国航母及舰载机最新进展的风向标之称，因此通过与此前的对比，我们还是能对全新一代核动力航母的技术改进迹象一探究竟的。另一个呢，就是在四川核动力反应堆基地的某处深山中，国外卫星拍到了为大型水面舰艇建造的一座圆形核反应堆。这个大型水面舰艇呢，除非中国打算建造冷战时期那种核动力巡洋舰，否则必然是用在004型核动力航母身上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针对以上曝光的这两个最新证据来解读一下我们的最新核动力航母。首先，武汉航母楼，这座位于武汉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顶楼模仿航母的大楼，每一次进行改建都意味着有一艘全新的中国航母的设计建造正在展开中。这是2015年武汉航母楼的样子，可以看到那时还是模拟002山东舰的滑跃起飞甲板。而到了2016年，武汉的航母楼进行了一次大幅修改，把滑跃甲板拆除，换成了平直甲板。而2016年刚好是003福建舰开始正式动工的时间。那么这次武汉航母楼又做了哪些大幅修改呢？蹲点的外国卫星终于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武汉航母楼相比后面的核动力反应堆基地，保密性明显没那么高。模拟的航母甲板造在房子上面，那不就是摆明了给你看的吗？地图上也非常的好找啊，百度能搜到的位置是在武汉江夏区强军路与兴军路交叉路口处。不过这里是在黄家湖的东侧，实际上是个障眼法，真正的航母楼是位于黄家湖的西南侧的这里。这是谷歌卫星图能看到航母楼的图像，拍摄时间呢是在2022年的4月12日。可以看到在航母楼的甲板上停放着直升机、歼15、空警600以及歼35的模型。注意看，航母楼紧邻左侧是有一排茂密的植被的，并且尾部甲板边沿有3块高梯不平的构造。这是谷歌地图目前最新的图像了，请大家记住这些细节。而我们换到百度卫星图，可以看到那一排茂密的树木已经被铲平，看起来这里要做施工场地。而甲板上的舰载机模型也发生了移动，一架歼15和歼35被移动到了舰首处，中间还剩下空警600等飞机模型。这幅图相比谷歌那张看起来要更新一些。最后就是最近曝光的这张卫星图了，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舰载机模型都已经被移动到了舰首位置，甲板已被清空，而且原来的舰岛也已经被整个拆除，并还向外做了甲板延伸。另外，舰尾处明显有一个大型起重机进驻，而此前作为航母边缘的3块高低不平的部分已不再是边缘了，舰尾同样向外做了扩展。而就在这个扩展的舰尾区域，出现了全新舰岛结构的基座，那个大型起重机正是在进行新的舰岛搭建。由此可见，如此大规模的甲板拓展以及舰岛的大幅后移和重建，已经远远超过了16年那次滑跃甲板改成平直甲板的复杂度了。如果说只是为了003福建舰姊妹舰的开建，那大可不必如此劳师动众，都是常规动力，即便舰岛位置发生了些许变化，也不会过大。而这次新舰岛所在的位置明显是瞄着美国的核动力福特级去的，因此显然这次武汉航母楼的大幅改建正是为了验证接下来全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而来的。核动力航母的舰岛由于不再受主机通风排气的制约，不仅可以设计的尽量小巧，而且尽可能的后移，还能优化飞行甲板的布局，进而提高甲板的运转效率。如图可见，前部弹射器的后方和斜角甲板所包围的区域，对航母甲板的舰载机升降、调度乃至起飞都至关重要。因此，美国福特级那种非常靠近舰尾的舰岛设计，正是为了尽可能大的拓宽红框中这片调度区域。因此，综上所述，根据以往武汉航母楼大兴土木的指标性意义，004型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工建造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另一个证据，也就是美国媒体公布的一张最新卫星图像，据说是在四川乐山夹江中国核反应堆研发基地里
拍到了中国已经秘密建成了供水面大型舰艇使用的陆上反应堆。这个地点好像此前很少有人知道啊，因为这里的保密性极高啊，至今都没有收录在地图中。这就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动力研发基地的所在地，代号为909。鉴于最近已经全面对外开放参观了，所以可以来说一下了啊。上世纪60年代，核潜艇1万年也要搞出来。为因应伟人的这句话，8000居民在青衣江畔的深山里从零建起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陆上反应堆。这里保密性极高，当时对外挂出的牌子还是西南水电研究所，而实际上跟水电研究没有半毛钱关系。最终成功在1970年伟人诞辰日下水了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因此在这里进行首艘核动力航母的陆上反应堆测试，看来还是合乎常理的。美媒的报道也算有所本吧。看来美国卫星盯着中国寻找核动力航母的踪迹，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的。等等，你刚才不是说这里已经对外开放，成为观光景点了吗？那首艘核动力航母的陆上反应堆还放在这里，安全性怎么保证呢？这的确是个好问题啊。因为美媒公布的这张卫星图其实并不是在这里。我对比了这个909基地的原址以及附近的深山老林，均与卫星图中的建筑不相符。那么美媒所指的那个位置到底在哪里呢？经过我不懈的努力，还是把它给找到了。不过鉴于保密性的需要，经纬度就不公布了，也不带大家一起找了啊，我们直接看地图吧。谷歌卫星图左边的建筑群与美媒公布的基本一致，只是中间尖尖的基地还没有建好，地图右侧还是一片空地。而美媒公布的最新卫星图片显示，中间的那个基地已经建好并投入使用了，右侧也建起了很多建筑。其实这个地方并不是美媒第一次关注了，早在2022年美媒就公布了这里的核设施。中间是之前的反应堆，紫色部分是新建的几处反应堆，而建造顺序应该是先建好左边2个，最后才是尖尖最大的那个。推测这里应该就是此次美媒所指的那个全新陆上反应堆了。至于是不是为004核动力航母所建，美媒并未列出其消息来源或者其他佐证，本频道对此自然也不能下完全的定论。不过从核动力动力组的上建全过程来看，充分模拟舰上运行环境的陆上反应堆，并进行完备的测试是必须要走的过程。按照美苏此前的经验，在反应堆基地建成的情况下，一款已经设计完成的陆上反应堆在建成后往往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进行测试，测试完成后同型反应堆便可安装上舰。因此尽管我们尚不清楚中国首艘核动力航母的分段建造进度，因为这个外国卫星肯定是拍不到的，但是陆上反应堆何时能完成全部的技术验证，可被视为核动力组上舰的信号。当然也不排除中国先搞出个什么核动力船舶，先试试水也未可知。好，以上就是根据最新的卫星图片勾勒出的中国全新核动力航母的最新动向。至于是否存在网上流传的什么南北核动力同时开建，亦或是003的姊妹舰，也就是19号舰将不复存在，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等我们下期视频再来介绍。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